大家好，我是老宋。今天来到的是东京的两国站，因为附近有相扑的竞技场，所以这里是相扑文化非常浓厚的区域。当然，老宋今天不是来看相扑的，因为参加了一个 JR 东日本的火车旅行团，所以今天是从两国站出发，前往千叶的佐原。而这次到佐原，一是因为之前没去过，另外呢，就是因为当地会举行佐原滁州春季的活动。因为每年的3月3号是日本的女儿节，今天的站台上也摆满了庆祝女儿节的人偶。为了配合旅行团的活动，所以站台上有很多千叶县的特产售卖。今天乘坐的是 JR 东日本的临时列车，由两国前往千叶的佐原。桌子上提前放了一个袋子。9点50集合，正式的开车呢是10点16分。其实时间还挺长的，一直到12点45分才能到佐原终点站。这辆特别列车它其实是分两段的，一段呢是从两国到佐原，红色的这个，然后呢它在千叶会有便当拿上来，佐仓和成田它也有一些小的活动。然后呢，佐原玩完之后，它还有一段绿色的这个，就是走这个秋夕的这边，然后呢再往总半岛走，最后回到两国啊。如果是你可以参加两段的话呢，就是一直顺着它这个车走，然后最后回来。今天我是参加了一段，就到佐原之后就退团了，就解散了。其实刚才也看到过了，这次他们的这个特别的旅行团也主要是为了应对在佐原有今天的叫 Hinabune Harumazuri， 他们当地呢有这个游船，然后呢在这个游船上把这些本来应该摆在台阶上的那个人偶啊，让它实际上坐船，然后呢去游览游行。招手了，还挺可爱的。10点16出发，现在10点50，已经到千叶站了。然后千叶站他们的安排是在这儿会发一个便当，就是作为午餐。便当已经拿过来了，还有一瓶茶。为什么是静冈的茶？虽然感觉其实吃完早饭才不久，还不是特别饿，但是没办法，现在就得吃了。底下还送了一个餐巾纸，湿纸巾吧。哦，内容看起来挺丰富的。日本的便当很多就是很多的种类的菜，然后但是都一个都是一小块的那种，然后一般也都是凉的。这边是炸鸡块，然后呢鸡蛋，底下有一小块鱼，然后中间的这个它应该不能算是米饭，就是那种寿司饭。然后好像是加了甜菜汁儿，所以是红色的。小块莲藕，一小颗虾，然后右边这是应该是鸡肉吧，鸡肉鱼饼、豆腐、胡萝卜吧。很多人都常说日本的这个饭便当是中看不中吃，就是看起来很漂亮，各种东西一应俱全，颜色也很好，但是实际上对很多人来说就是凉的，然后呢口味也比较清淡，其实，但是营养应该还是挺均衡的，应该比较健康。便当还没吃完，就到佐仓站了。然后呢，在这一站，他会发那个一个神社的注意，也算是他们这个活动的项目之一。
刚发的朱印是这样的，朱印的话其实就是大家去日本很多的寺庙或者神社，然后会不能免费拿，你要去买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凭证一样的东西，上面一般会有一些毛笔字儿，然后有一个印章。很多人会收集的，用一个朱印账，就一本儿，然后到各地的神社去，参拜的时候买来，然后放到一起。这个朱印呢，它上面还写了 JR 东日本佐仓站，应该是专门为这趟旅程设计的。但是仔细看了一下，它这个应该是印刷的，不是真正写上去的。你很多日本的一些神社，你要去买那个朱印的话呢，它有一些会是现场写，但有一些呢，它会是写好放在那儿，但一般都是，里面的人会拿毛笔亲自来写的。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印上去的，看起来不像是写的。就发了一个小的宣传册，这个介绍佐仓市的，然后它秋天会有这个秋季的，在10月份。所以他们这趟旅程其实也是顺便帮他沿线的这千叶县的几个城市做一下宣传，让大家了解一下。虽然时间还早，但是这个10月份的大祭他都已经开始宣传了，就在刚刚那个马赫多神社，秋季的一个庆典活动吧。现在已经到成田站了，过了佐仓之后就是成田，然后之后再下一站停的话就到佐原了。成田这边的话就是离成田机场很近的地方，成田市啊，虽然一般可能大家很少会去这个地方，一般都是从机场直接就去东京了。到成田站的话，这边有当地一个牧场叫梦牧场的工作人员上车，然后跟大家介绍牧场的情况。然后这应该是小饼干吧，就是现在介绍的夢牧場梦牧场他们的产品应该是。哦，我还以为是饼干呢，它这是一个感觉像类似于泡芙一样的东西。2片饼中间加的应该是奶油。说实话，这东西跟超市买的那些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很一般口味，完全没什么特别的。这是刚刚那个牧场他们的玩偶，叫夢子ちゃん，一个大奶牛。这整个过道都不够走的，差点过道要过不去了。然后呢，顺势给你发一个这个免费招待券、免费入场券，宣传做的挺好的。最后还送了一个很小的护身符。然后这边应该也快到佐原了，时间倒是拉挺长的，其实整个距离倒没那么远，它就是慢慢悠悠的，然后在各个大站停一会儿，然后呢有人上来介绍一下，卖点东不是送点东西什么的，发点东西，就适合这种不太着急的旅行，慢慢的旅行。今天这个玩偶真的很多啊，不太认识。这红的是什么？这应该是七八根吧？这是七八根。然后右边那个是伊能忠敬，是佐原这边特别代表性的一个历史人物，第一个绘制日本地图的人。这个站牌还挺漂亮的，佐原站。然后今天到这儿之后还有另外一个活动，然后呢，它是跟前面这些地方有一个商店合作，好像是可以品尝一些当地的酒的。这个地方离车站还挺远的，走了半天了，这还得走一会儿。整列火车的人的话，真的是人数还不少。
估计得有200-300人。到这边其实就比较能够清楚的看到左园的特色的话呢，它就是另外一个水乡，以前的这个运河一直保留现在，所以它的运河两边有一些这种古老的厅屋、老房子，跟以前去的那个晋江八幡有点像，因为晋江八幡它也是一个水乡。左园位于日本关东地区千叶县的香取市，距离东京市中心约70公里，是一处外国游客较少注意到的小众旅游点。整个小镇依傍着立根川的支流小野川而建，独特的水乡风貌和江户时代遗留下来的古朴街景，为这座小镇赢得了小江户的美誉。这里既有浓厚的历史气息，也保留了传统手工艺和家族经营的老店，成为体验传统日本小镇风情的绝佳场所。这块应该是等一下那个游行的主要的地方，所以人会比较多一些，然后两边很多的小摊贩已经都摆出来了，这边一下子热闹起来了。哇，这河边的小桌子坐在这儿挺舒服的，而且今天还有表演活动。这边等一下那个游船游行活动已经做好准备了，船已经停在这儿了。工作人员在这边做准备。终于走到这个店了，离车站还挺远的，大概走了15分钟吧。然后呢，它会有一个这个券，可以领1瓶啤酒，在这排队领1瓶啤酒。伊能中次郎商店就是他们店自产的啤酒，应该是。然后还配了一个芝士，这应该是。现在感觉大家已经上船了，准备要开始了。日頃よりご協力いただきまして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の場を借りて御礼申し上げます。日本的 Hinamatsuri 又称人偶节或女儿节，通常在每年的3月3日举行。家里有女儿的家庭会从2月下旬开始，在专用的台子上摆放人偶，以表达对女儿茁壮成长的祝福。Hinamatsuri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的上巳节。中国古代以干支纪日，3月上旬的第一个巳日称为上巳，会举办送厄船、曲水流觞等活动。人们用纸做成人形，然后放入河流冲走，以表示将厄运和不适转移到人形身上送走。这一风俗也在之后传到了日本。到了江户时代，随着社会风俗的普及，原本用于河中流放的人形逐步演变为家庭中供奉和展示的装饰品。人们不仅将其视为驱邪避灾的象征，更寄托了对女儿健康成长和幸福婚姻的美满祝愿。女孩节也作为固定的节日在民间流行开来。お早めにお買い求めください。また中継茶屋香取製菓店。摆放人偶是有一定规矩的，最核心最上层的代表天皇和皇后，其下依次排列着宫女、乐队、随身侍从等各种人形。这种多层次的摆设不仅展示了日本传统工艺的精湛，也体现了等级与礼仪的文化内涵。而且据说摆好的人偶必须在3月3日后及时收起，如果延后就会影响女儿的婚期。
かわいいね。手を振ってる人。これがすごいね、この音が。これがすごくない？撮った？あ、撮らないでかな？撮る？ビデオ？千叶县的佐原地区每年春季会举办佐原滁州春季的活动，活动中身着华丽和服的男女扮演成滁人形，乘坐装饰华美的船只，在小野川上进行水上巡游。这家店真的是老房子改建的，楼梯爬上来不容易啊，但是挺有趣的。3楼感觉是一个很小的博物馆的样子。佐原这边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伊能忠敬的纪念馆。伊能忠敬是日本特别有名的地理学家，据说他是亲自用脚丈量日本国土，然后制作了第一幅日本的地图。所以这边是有他的纪念馆，因为他是佐原出生的。伊能忠敬算是在日本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他曾在江户时代走遍日本全国进行测量，完成了日本首张基于实测数据的日本地图。佐原是伊能忠敬的故乡，所以这里也特别建设了伊能忠敬的纪念馆。馆内保存了当年伊能忠敬所使用过的测量器具、测量图和日记等。此外，纪念馆还按照年代回顾了忠敬的一生，并重点介绍了其绘制的大大小小各类的日本地图。俨然已经成了这附近的明星，大家都在看他，好可爱啊！大家常听到的就是神社，然后呢，神宫其实它就是相当于很多个神社的总社。日本3大最有名的神宫，平安时代开始最有名的3大神宫就是伊势神宫，之前老宋去过的，现在的香取神宫，还有茨城县有一个叫鹿岛神宫，所以它其实就等于说掌管了底下几百个神社，然后呢，它供奉的这个神仙相对来说地位也比较高啊，所以神宫本身它的地位就比神社要再高一些。这里有卖烤土豆饼的，炸土豆饼的。这是卖紫薯的土豆饼，紫薯的可乐饼，果然是紫色的，还挺明显的紫色。整个神宫内的这个区域还是挺大的，
现在在这个地方，然后上面是主殿本殿，然后左边这边还有一个小的奥宫，另外有一个药石，这个比较重要，因为日本传说地震的话，就是由地里面的那个大鱼所造成的捣乱所造成的，所以这个药石放在这儿的话，就是压制它的活动啊，避免有地震的影响。此行左园唯一的遗憾是感觉时间选得不太对。若是春季来访，据说这附近两边有很多樱花树，开花的时节会非常漂亮。剩下的神宫参道则被浓翠浸染，朱红色的大门在绿树的映衬下会愈显庄严。即便是深秋前来，也能遇见枫叶与小舟共染川面的景致。而冬春交替之际的萧瑟氛围，虽能窥见水乡沉静的本貌，但整体色彩饱和度的确是稍显不足，建议大家优先选择4到11月造访。当然，若遇大雪纷飞时，银装素裹的町屋群落想必另有一番情趣。正殿看起来应该是在修吧，很多现在日本的这些神社神宫都在整修，然后在这儿排队。这边的猪应该是挺受欢迎的吧，因为毕竟是神宫，挺有名的地方。买了一个玉手，其实平时挺少买的，然后今天求一个平安吧。左园作为日本现存较为罕见的水乡古镇，还是有其独特的气质和风景。蜿蜒的小野川畔，百年的古屋建筑铺开着江户风貌，值得有空的时候来慢慢地探索一些安静的景色和街头巷尾、古朴的小店，作为一次远离都市的放松之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刚好4点58分，有车到成田。车已经来了，成田线。哇，看起来人还挺多的。到成田站了，成田真的是第一次来，也刚好在这边要换京成线，所以顺便的吃个饭。站前广场确实挺大的，但是不知道该吃点什么。然后走过2分钟，这边就是京成的成田站了，其实还挺近的，就在 JR 的车站对面。还没找到吃饭的地方，看看这边旁边有什么拉面啊、饺子王酱，一般也就是站前的店，差不多大多数日本站前都是这些店。点了一个小份的木须肉，一个小份的麻婆豆腐，小份的米饭。他们这小份挺方便的，你可以多尝几个。吃完饭准备坐车回去了，这边有特快到上野的，还挺方便的，一站直达。